青天白日，我家闹鬼了！你除了往我家拖垃圾，还会干什么？还来！这么能装是吧？我倒要看看你能装下江河还是湖海！将军，再拖下去，镇关守不住了，突围吧！您是战家最后一人。镇关一破，蛮族南下，几十城皆亡，本将不能弃城而逃。可城中已经断水半年，最后200匹战马也撑不了几日。杀！先让2万将士活下去。将军，真是水！天不亡我战家军！将军府有水，神赐圣水。半年了，我终于喝到水了。若真有神明，请再救他们一次。叶小姐，您家是不是没关水龙头？一天用了100多吨水。100多吨？你是花瓶还是水库啊？还真能吞。水能吞，饭能不能吞？我家花瓶真成精了。米是白米饭，有肉。分。将军，这是神明赐给您的。城中将士和百姓比本将更需要，带回家救你们的妻儿。谢将军。你还敢吐灰？行，你做初一，我做15。吃，都给你吃。肉，将军，这里面有盐。神光现灵，传令全军，镇关不降了，我们守到神明再次回应。哼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往我家运垃圾！爹，我再也不吃东西了，别把我换走，我听话。将军，瑶儿，我的瑶儿！放开！不换他，我们都得饿死。你昨天喝的肉汤，不就是你小女儿的肉？拔从军。将军，求您护着我的孙女，我把这些草根都给您。我守的到底是什么？是满城的白骨，还是吃人的地狱？神明在上，弟在战城营，愿以我项上带忠魂为祭，求您殷加赐出水与食，救救镇关10万军民。若为此事，天诛地灭，魂飞魄散。又来，你是不是跟我家地坛有仇啊？这不是小说，是真的。10万条人命，我救还是不救？一个丫头片子凭什么拿几百亿？天狼，我们白养你了！爸妈就是被你克死的，你怎么不去死？爸妈，我好想你。你也是一个人守着一座城，我也是一个人守着一栋空房子。你好，我不是神明，以后别往我家扔带血的垃圾了，很难清理。你说镇关缺水缺粮，最缺什么？我尽量帮你。真的痛了。我不是神明，我叫叶嬷嬷。多谢叶神，多谢叶神救命之恩。神问我最缺什么？我最缺的是让万人活下去的希望。镇关最缺水，其次是粮。若能得水，10万居民皆可活。10万个人，一天一个馒头就是10万个，一个馒头7毛钱，一天7万。算了算了，钱没了可以再赚，人命没了就真没了。我的小金库一下少了一半。我靠！
等着，明天就给你们送水送粮。将军，那是馒头。是肉，真的有肉！多谢夜神，多谢夜神救命之恩。李叔，你也吃一个。老奴活了60多年，从没吃过这么白这么软的馒头。把食物全部运到军营，按人头分发，每人2个馒头，1个包子，老人和孩子优先。我以为我这辈子再也吃不上白米饭了。宝宝，你有救了，我们都有救了。大家看，这是白米饭的纸，将军府明明有粮，却私藏起来不给我们吃。将军府没有粮，速速散去。是您抢了我们的饭团，还打我娘！你吃了我弟弟！我说你的肉饭团是哪里来的？将军，我们真的快饿死了，就算被你杀了，也想做个饱死鬼。什么50万个馒头要等10天？米行库存只有200袋大米。10万张嘴等着吃饭，10天，人都饿死了。对了，我家有井啊，把这3袋米传过去，不然我把你锁进地下室。哇，还能1年传送。将军，来水了！神明送水来了！他们不知道，这救命的水来自2000年后的一个普通女孩。神明还送了300斤大米、50斤面粉，全送去军营熬粥。1个时辰后，后门不限放水，大家去后门排队。1个时辰后放水，先到先得。魏哥，300斤大米啊，够咱们吃3个月了。现在就去抢！抢！你没看见刘四怎么死的？战场去杀人不眨眼。你说什么？神仙？将军府里有神仙？世上真有神仙？赵有才，你带几个人去打水定哨，我去军营看看能不能运点粥。淼墨，可算逮到你了，哥给你介绍个大老板。不错不错，老爷的闺女长得真标致。晚上就跟我回家，把家里卫生打干净，伺候我儿子。神经病！这事可由不得你，彩礼都谈好了，你名下的股份就是王总的了。小姑娘别不识抬举。光天化日之下拐卖妇女，跟我们走一趟。误会，她是我堂妹，我们只是相亲，相亲需要动手抢人，带走。轻微脑震荡，软组织挫伤，已经构成轻伤了。给你一条大新闻：华王集团王总当街绑架年轻女子，意图强行囚禁，想抢我的财产，我让你们牢底坐穿。看上什么了？我不卖，我想让您看看这个值多少钱。大齐国只存在了50年，风靡于天灾人祸，这是我见过唯一一件大齐国的文物。那大齐国有没有一个叫战成营的？你知道他？大齐第一战神，16岁上战场，20岁封一品宁关侯。正好21岁。他可是能平2万党的西蛮总参将领。这支酒您能出多少钱2个亿，这还是保守价，要是上拍卖会只会更高。不够。我有一对。5个亿，我出5个亿，我只有3个亿现金，你等我半小时，我叫人来。完美，太完美了！这工艺领先同时代几百年了。小姑娘，这对酒珠我们博物馆要了6个亿现金，现在转。没问题。6个亿购买多少粮食？小姑娘，你还有没有其他大齐国的文物？我们博物馆高价售。没有了。战成轩、镇关的10万军民，我也不会让他们白白痛死。王老板，你仓库里所有的大米、面粉、食用油，我全要了。多少钱直接报给我，马上转你。全要了，叶小姐，那可是几10万斤呢。对，全部送到我郊区的仓库。另外帮我联系一下周边的米行，有多少要多少。他不知道，他的这通电话即将改写一个王朝的命运。战成廷，我知道你会死在21岁，死在镇关，但是现在我来了，粮食我给你，药品我给你，武器我也会想办法给你，守住镇关，守住你的大旗。叶神，谢谢你。将军，米行的车到了，200袋肉和50袋面粉全送到了，传令下去，今晚全军加餐，每人2个馒头，1碗粥。小友留步，你要是还有大齐国的物件，千万别卖给别人。所有的白菜、萝卜、土豆、玉米我全要了，有多少要多少。姑娘，我这有5000斤白菜，给你算5毛1斤；我这有3000斤土豆，全给你。
60吨蔬菜，够10万人吃3天了。姑娘，你这是要开医院吗？30本新华词典，30套赤脚医生手册，30本孙子兵法，还有这30本民兵军事训练手册。对，全部打包。战成云，能给你的我都给你，能不能活下去，就看你自己了。他不知道，他买的这些看似普通的东西，即将在古代创造一个奇迹。将军，昨晚清点人数又饿死了17个弟兄。蛮族昨天又在城外叫阵，弟兄们宁愿战死，也不想饿死。再等等，神明会给我们送粮的。将军，伙夫说今天中午炖肉，还有白面条。炖肉，我没听错吧？肯定是断头饭。将军终于要带我们突围了，能吃上这么一顿好的，死也值了，比吃观音土强多了。弟兄们，你们看，神明的水赐给我们留，以后我们粮食再不用到抢了。真的，多谢神明，多谢将军，死守镇关，死守镇关。谢谢你。2点了，该传送了。还能及时回信，这效率比快递还快。走，带你去仓库收蔬菜。这是药，这么多药，真的是消毒水。有了这个，弟兄们的伤口就不会感染了。这是什么书？字怎么这么奇怪？赤脚医生手册。啊，这是医术，神仙的医术。小叶啊，你这是捐给哪个灾区啊？这么多菜。一个很远很远的灾区。已经好了，将军府前广可容纳万人。神明要送蔬菜，真的假的？我都半年没吃过青菜了。恭迎神赐。太爽了，这比玩消消货还过瘾。娘，是甜的，玉米是甜的。多谢神明，多谢神明救命之恩。将军，京城800里急报。朝廷不给粮不给救，就让我们2万弟兄送死。将军，蛮族30万大军就在城外，没有救援，我们守不住的。徐怀将军的10万人马，离镇关还有多远？这是真的白菜，新鲜的，赶紧吃，吃完干活。甜的，是甜的。货送完了，还缺什么？够吃1个月？开什么玩笑！200担米，60吨菜，2万人喝粥都不够。你们没有大锅吧？我现在去买。这金刚比玄铁还硬，要是打成武器，定能削铁如泥。将军把这些锅融了吧，给弟兄们打兵器，战斗力能翻1倍。神明说了，这些是用来做饭的，谁敢动，军法处置。1日2餐，1荤1素，顿顿白米饭。莫想这辈子能过上这样的日子，就算明天死了也值了。多谢神明大恩，我等愿为神明效死。我长这么大，别说吃了，连见都没见过这么好看的菜。给林将军和陈奎将军各留1份，剩下的大家一起吃。将军，不好了，物资被流民打劫了。上百个流民把物资拦在巷子尽头，林将军被围住了，陈奎将军断后，好多弟兄都受伤了。所有人跟我走。将军，那这小煮泡面煮好了，给受伤的送过去。今天要么留下粮食，要么从我们身上踏过去。我儿子已经3天没吃饭了，再没有吃的，他就要不行了。将军，他们都饿疯了，根本不怕受伤。全都住手！将军，我知道抢军粮是死罪，我受罚不要紧，求您给我孩子一口吃的，他已经3天没吃饭了。当家就是大吃律法，抢军粮按军法处置，来人，全部拿下！所有参与抢劫的，押去军营充军。
拦路者清理现场，到军营登记劳作抵罪。传令下去，将军府后巷架锅煮面，每人1碗面。将军府果然有大量粮食，咱们组人做闯进去，保你几个花不完的钱。这全是你打来的，只要咱们敢打开城门，给他们1万粮，他们果然做事真挖心，给你1晚上口。天亮之前不答应，你和这个哑巴都活不过明天。走，现在就去将军府。开仓放粮的消息已经传到了蛮族耳朵里。将军，老夫没什么值钱的，这是我儿子当年求学用的墨，求您收下。从今以后，每日2顿白米粥，管够。大家再也不用吃草根树皮了。但是修补城墙、开垦荒地、打造兵器，需要大家一起出力，愿意吗？叶神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，我会守住镇关，守住这10万百姓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方方正正的，还滑溜溜的。将军，它发光了，是活的。神仙世界的人怎么穿得如此随意？原来不用糯米也能砌墙，这水泥比糯米石灰坚固100倍。神迹，这简直是神迹！将军，不好了，这位不是蛮族细作，他今晚要打开城门，放蛮族大军进城。消息可靠？千真万确，他已经拉拢了10几个地痞，约定今晚西城门接应。传我正好，我正愁没机会给蛮族一个西城门，等他们进来，关门打狗。叶嬷嬷，你个丧门星，克死我儿子还不够，现在又害我大孙子坐牢。今天你不跟我去撤案，别想活着离开。下来，赶紧给我下来！老太太说了，不撤案就把你逐出叶家族谱。逐出族谱？你以为我稀罕？你们家的房子、车子，全是我爸出钱买的，10几年的欠条加利息，够你们全家坐10年牢。现在要么滚，要么等着收法院传票。你个小贱种，我打死你这个白眼狼！养你爸这么大，他给我们点钱怎么了？你个赔钱货也敢管我们叶家的事儿？奶奶！物业吗？调一下小区北门的监控，有人碰瓷，我的车没撞到他，后续任何问题概不负责。先去买物资，战成町那边还等着救命呢。离婚，不然我烧了你全家！当年我妈没跟你们算完的账，现在该清了。姑娘要点什么？所有糯米、糯米粉全部包圆，绿豆、黄豆、黑豆各来10袋，5公斤装的大米面粉各30袋。好嘞，还有别的吗？配好的马精料来50袋。50袋？姑娘，你养了多少马呀？急用。来来来，搬货了！姑娘，送你几坨盐砖，喂马用的。下次有需要还来啊。谢了。下一家继续扫货。神明，您何时才会送来粮食？将
上熬粥用了20袋大米，现在就剩30袋了。军营那边也快断粮了，200匹军马已经3天没吃上精料了。再等等，神明一定会送来的。可是将军，百姓们已经排了1夜的队了，再没有粮食，恐怕要出乱子了。神明，神迹，是神迹啊！将军，是马料，是配好的马精料啊！200匹军马有救了！我的天，神明的马吃的都比咱们人好，全是精细粮食啊！多谢神明。糯米和石灰已经在路上了，教你用糯米石灰砌墙，比水泥还结实。50多包糯米，够了，足够浇筑整段城墙了。将军，这下蛮族再攻城，咱们的城墙就再也不怕他们撞木了。库房还有多少石灰粉？回将军，城墙下的仓库还囤着300多扇。立刻调所有能动的士兵和百姓，把糯米和石灰全部运到城墙下。今日就动工修筑防御工事。是，将军。神明不仅送来了粮食，还送来了水。有了这些，镇关城就守得住了。每日2顿饭，一荤一素还有汤，主食是白米饭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不是稀粥，是蒸米粥了。我长这么大，连白米粥都没喝过几回。传令下去，马房的人把所有军马都照顾好，等咱们的马养得膘肥体壮，就去勾引蛮族那些瘦得站不稳的小母马。哈哈哈！将军英明，到时候咱们就有源源不断的军马了。石灰来了，还有神明说的3轮车。这石灰比咱们大齐国最好的还要白净细腻10倍，果然组成不同凡响。石灰收到了吧？我买了脚踏3轮车、煤渣和木炭，平板传过来，我教你怎么用。比咱们的平板车轻便多了，还能装这么多货，简直是运货神器。将军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全是铁做的。我的天，这么大一块精铁，得值多少银子啊！将军，这是何物？怎么还能发光？里面还有小人在动。果然是神仙之物，居然能听人的话。这画面太像了，这比京城最好的画师画的还要逼真100倍，连我脸上的疤都一模一样。这就是神的力量吗？先办正事，把所有3轮车都拉出来，运石灰去城墙下。将军，我来试试。太好用了，比骑马还稳。把剩下的粮食分一下，给每位副将送1袋大米、1袋面粉，还有肉和菜。将军，军中的粮食不多了。我信神明，他说下午送粮，就一定会送来。将军，这可使不得！昨夜带回去的饭菜，家里人已经吃得很满足了。军中粮食紧张，还是留给士兵们吧。是啊，将军，按照您说的标准，今天1天就得吃掉100袋大米，明天的粮还没着落呢。拿着，你们跟着我出生入死，连顿饱饭都吃不上，是我这个将军的失职。至于粮食，神明答应过的，就一定会兑现。你们放心，
用不了多久，咱们就能顿顿吃肉。多将军，我等定死守镇关城，不负臣命，不负将军。将军，夜巡时抓到5个奸细，想要偷偷出城给蛮族报信。人呢？都要都自尽了。我们在他们身上搜出了这个，已经给我们的百姓翻译过了，上面写着：城内有粮有水，请漠北王速速攻城。城内有粮的消息还是瞒不住了。将军，蛮族一旦得知消息，必定会倾巢而出，疯狂攻城。咱们的城墙还没修好，这可怎么办？怕什么？有神明秀助，别说一个漠北王，就算他6国联军再来一次，我也能让他们有来无回。传令下去，全军戒备，加派3倍人手巡逻城墙，所有修筑工事的士兵日夜赶工，务必在3日之内修好主城墙。是，将军。来吧，这次我让你们有来无回。我军只剩2万残兵，没有战马，兵器大多锈钝。一旦城内有水粮的消息传开，漠北蛮王定会倾巢而出，哪怕拼尽全族也要拿下这座城。将军！这就是神明说的美。比木材耐烧10倍，温度更高，正好用来锻造兵器。可惜城中没有铁矿，不然将士们就能换上新武器了。哦，这是铁还是钢？金刚是比黄金还珍贵的金刚啊！我们有金刚了，终于能打造新武器了。目前有飞弓箭终于能用上了，还有那些青铜长矛，全都能换成金刚的。多谢神明，多谢神明！将军，末将已经登记了城中所有铁匠的名录，有了碳和钢，马上就能开工打造武器。去吧。多谢将军，多征召些人手，凡是被录用的铁匠，每月发2斤大米、1斤面粉、2颗白菜，打造期间包2餐食宿。如此众筹，百姓们肯定抢着来。战成印，这次够你们吃一阵子了。小叶啊，你买这么多水泥砖头干什么？还要租2个仓库？杨伯伯，南方发大水了，我买点物资捐过去。你这孩子心善。到饭点了，我先去吃饭，下午我再过来。不用了，杨伯伯，下午我自己守着就行，您回去休息吧。叶小姐，您真是年轻有为啊！这么年轻就这么有爱心。您要是还有需要，随时给我打电话。我在这行干了10几年，别说几千袋大米，就是几万吨，我3天也能给您调过来。真的？2万袋大米3天能到吗？没问题，别说2万袋，就是2万吨，我也能给您凑齐。对了，叶小姐，抗洪的话，光有大米可不够，皮筏艇、矿泉水、泡面、火腿肠、自热火锅这些才是刚需，我也能弄到。行，这些我都要，3天后送到这个仓库。好嘞，叶小姐您放心，保证按时送到。传送这么多物资，果然很耗精气神。杨伯伯，下午我守仓库，您不用过来了。你好，帮我做一条横幅，就写抗洪物资捐赠点，马上送到城郊这个仓库。陈将军，将军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这么多大米，够我们全军吃1个月了。终于不用再喝稀粥了，终于能吃饱饭了。陈武，立刻调所有人手，把粮食运到城西大仓库，准备接收水泥和砖头。是，将军。
这样就没人怀疑了。接下来3天，等着米行老板送货就行。等这批物资送过去，战成轩就能安心修城墙了。将去！趁后来报，漠北蛮王亲率10万大军已经离城不到50里了，先锋骑兵明日就能抵达城下。来得正好。以前我们缺粮、缺水、缺武器，只能被动防守。现在有神明下注，该让蛮族尝尝我们的厉害了。将军，末将愿率本部人马死守城门。放心，这次我要让漠北蛮王有来无回。将军，清点完毕，大米20万斤，面粉2万5千斤。按照每人每天半斤大米的标准，够全军吃21天。如果1顿米饭1顿粥，能吃整整1个月。21天，我这辈子都没敢想过能天天吃白米饭。以前朝廷发的军粮全是掺着沙子的陈粟米，现在我们吃的比皇族还好。20天不够。将军，播种到收成要半年，我们困在城里，没有足够的土地耕种，10万人要吃饭，这点粮食远远不够。将军，是神明的消息。多谢神明，多谢神明。我们再也不会饿肚子了，加上百姓的份儿，能吃4个月。在粮食种出来之前，再也不会有人饿死了。多谢神明！传令下去，全城征兵，凡参军者，每月发4斤大米、1斤面粉、2斤蔬菜。宋铎继续打造兵器。毛杨伯加派3倍人手巡逻，宁可错杀，不可放过一个奸细。陈奎、陈武负责征兵，是。其余所有人立刻去修筑城墙。4万对30万，就算有粮食，也守不了多久。神明又投喂了，将军您吃吧，我和许明在军营吃过了。亲切真的太像，还有炒猪肉和包菜，比我过年吃的还好。是啊，以前吃的那些掺仓的粟米根本没法比。带回去给李叔，他年纪大了，身子弱。多谢将军。蛮族主力就在30里外，最多3天就会攻城。城墙还没修好，兵器也只打造了不到一半。没想到有枪的话，2万人打30万根本不是问题。忘了国内禁枪了，买枪会坐牢的，到时候谁给他们送物资啊？上万支枪加弹药得好几亿，而且运回来也是个大问题。枪买不了，防弹衣总可以吧？陶瓷插板加钢板，能防刀砍箭射，还能防手枪子弹，比古代的铁甲好用多了，还轻便。虽然没有枪，但有了这些，士兵们的伤亡能减少一大半。战成熙，等着我，这次我让你们刀枪不入。将军，城墙已经加高了反尺，
预计明天就能修好主城墙。兵器打造了1000把金刚刀，500支长矛，还有3000个箭头。新兵也征了15000人，正在城外空地上训练。很好。蛮族先锋还有多久到？事后来报，明日午时就抵达城下。蛮王的主力3日后到。今夜全军戒备，所有百姓撤回城内，关闭四门。是，将军。神明，这次全靠你了。对，2000件最高等级的防弹衣，带陶瓷插墨的，还有2000件防刺服，500面防爆盾，3天之内必须送到。好的，女士，我们加急给您发货，保证按时送到。有了这些，至少能保住大部分士兵的命。叶小姐，您要的2万吨大米、1万吨面粉，还有抗洪物资都准备好了，明天一早就发车，后天就能到仓库。太好了，麻烦您了。不麻烦，不麻烦，能为抗洪出份力是我的荣幸。粮食后天到，一共300万斤。能防刀砍箭射的神医。传令下去，全军做好战斗准备。3日后，与蛮族决一死战。大部分都是 cos 道具，根本就不是刀剑。您好，老板，要什么兵器？我们家都是纯钢打造，质量保证。我要盔甲，能防刀剑砍刺的那种。你拿长剑砍一下我看看。怎么样？我们家的盔甲都是按照古代军用标准做的。用你家开刃的唐麻刀砍。唐麻刀，那可是重兵器。我要上万副。你试给我看，没问题，我全要。上万副，好，您等着。这个，你仓库里有多少盔甲？现货1000副，这东西造价高，压了5年都没卖出去。1000副我全要，再给我做3万副，5000块钱一副，今晚就发货。您说什么？全要？唐墨刀有多少？5000把，都是开过刃的。80块一把，全要。再给我来100把秦弩，10万支箭。成交！我马上安排装车，今晚亲自跟车给您送过去。一共2.2亿。神明，您还好吗？是印给您添麻烦了吗？让神明忧心是印的错，印定不会辜负神明，定会带领全城百姓突围。神明若是累了，便早些休息。这个傻将军，平板传过来，我给你下教学视频。这就是正官。怎么会这么苦？连双鞋子都没有。不行，我得给他们买衣服和鞋子。买兵器花了2.2亿，剩下的钱不够买4万套衣服鞋子。对了，还有战成亭上次送我的黄金。明天就去古董店，把这些都卖了，一定要让每个士兵都穿上新衣服、新鞋子。1000副盔甲，5000把唐磨刀，100把秦弩。神明为了我们，竟然花了这么多钱，我该怎么报答他？神明为了我们耗尽家财，我不能理所当然地接受他的恩惠。将军，
您这是？这2柄剑是先帝御赐，这2幅画是前朝大家的真迹，先送给神明当定金。好剑，这可是真正的古董啊！神明，是印不对，一直未曾付您酬金，这些先给您。明日我会到将军府，再将库房里的黄金玉器全部送来。神明大恩，明日我便组织全城百姓为您修建庙宇，日日香火供奉，让您受万世朝拜。不用建庙宇，我不是什么神明，我叫叶某某，你叫我名字就行。不可，您拯救了镇关10万军民，是我们所有人心中的神，此事就这么定了。这个倔脾气的将军。神明，蛮族先锋已到城下，明日正式攻城。全军戒备，准备迎战！对付游牧民族的所有战役，一个都不能漏。有了充电宝，至少能用1个月。神明，兵叔作战经验正是印急需的，太感谢您了。早点休息，我准备放水了。传令下去，明日军卯时集合，学习唐关刀和秦弩的用法。是，将军。真神奇啊！明天就去古董店，把那些文物都卖了，一定要让每个士兵都穿上新衣服、新鞋子。小姑娘，你可算来了！上次你送来的九军已经上交国家，咱们的历史书要加上大齐国了，这全是你的功劳啊！这就是大齐国的刀币，还有铁币，野史记载果然是真的。看这背面的大齐铸造铭文，太珍贵了。小姑娘，还有好东西吧？有文字的竹简，大齐国的文字。这是一封诀别信，一位叫郑的商人被困在镇关，临死前写下遗嘱，让妻子改嫁，把财产留给父母和孩子。小姑娘，这3枚钱币和竹简，我给你2个亿，全要了。这是，可以，尽快打款。这是3毛钱一斤。大家的西瓜我全要了，5毛钱一斤。真的？5毛？真的，有多少要多少。战成厅，这次让你们吃个够。神明的物资应该快到了，明日就是决战之日。神明说今天送物资，你带人守在这里，东西一到立刻清点。是，将军。是西瓜，神明送西瓜来了！活的，是活鸡，我们有鸡蛋吃了。
清空武器仓库，第一批装备到了。将军，好刀，金刚打造，吹毛刃断，比我们最好的铁剑还要锋利10倍。有了此刀，蛮族骑兵何足惧剿1000副盔甲和一把秦弩，明天到，好好打。属下打造兵器半辈子，从未见过如此坚韧锋利的长刀。咱们自己练的金刚，跟这比起来，差远了。将军，这铠甲太神了！放！我的天，射了这么远，比咱们的弓远3倍还多，威力也太吓人了。将军，这秦弩太适合守城了，要是有1万把，蛮族根本靠近不了城墙。对啊，将军，求神明多赐些秦弩吧。我将回家就开库房，把所有钱财都献给神明，求神明再赐些秦弩。我等也愿献上全部财物。好，本将军这就向神明求弩。全军集合，准备迎战！快，穿过这条密道，镇关就是我们的！战成印，本王看你这次怎么守！山塌了！神明显灵了，真的是神明显灵了！发生了什么？小王爷，山都塌了，进去的1万人全埋了。镇关有救了！所有将士听令，准备应战。是。陈武带3000秦弩队，死守后山天然洞穴。末将听令。其余人随我驻守城门。是。将军，以前值守城门都要凭光半数人马，现在多了个洞口，我们根本守不住啊！要是能把那个洞口堵上就好了。可那山洞深不见底，除了用人命填，还有什么办法？将军，要不问问神明吧，他一定有神物能堵住洞口。对呀，神明无所不能。上次他送的秦弩，一箭能穿3个人。拿纸笔来。大军压境，细作暴露后山洞穴，蛮族即将里应外合破城，急需堵住洞口。我花2个多亿买的粮食武器还没送完呢，镇关要是亡了，我不就血本无归了？战成心，你等着，我帮你把整座大山炸了！
战成田，看我给你送个大惊喜！这是什么神物？这么高的楼一下就没了！神物，此乃杀敌千万的神物啊！有了它，别说30万蛮族，就是300万，来多少死多少！感谢神明，感谢神明赐下神物。宋铎，随我去洞口布置炸药。陈武，你带秦弩队守住洞口，但凡有人影，直接射杀。是，将军。将军，洞内一切如常，我们在出口堆了木材点火，蛮族暂时不敢进来。很好。去山洞中央，按专业爆破方案布置，注意安全。这东西威力极大，绝不能乱碰。所有人听指挥。留好远距离引线，点燃后，所有人立刻撤到安全距离外，找背山的地方隐蔽。将军，我去点引线。将军，不好了！罗哥下令全面攻城了，上万蛮兵已经冲进山洞了。将军，让我去点引线，我跑得快。别争了，我趴下，全部趴下！赢了！我们赢了！灵山王，我们灵山王就灭了上万蛮兵！怎么回事？地龙翻身了！小王爷，不好了，山洞塌了！进去的1万兄弟全被埋在里面了，一个都没出来。你说什么？刚开战就死了1万人！战成银，本王发誓，一定要把你生吞活剥！小王爷息怒，今夜乌云蔽月，地龙翻身，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在我们这边，不宜再攻城了。你让我退兵，死了1万人，你让我就这么算了？小王爷，镇关城墙加高了，我们的工程车不够高，硬攻只会伤亡更大，不如先退兵5里，打造新的工程车，再从长计议。退兵！将军，蛮族退兵了，退到5里外了。痛快，太痛快了！灵山王打退30万蛮族，这要是传出去，罗哥那小子得气死。怎么样？哼，
害。等着，我给你们送啤酒、烧烤，开庆功宴。对了，先找一个空旷无人的存起来，周围不能有一丁点火星，温度不能太高，否则方圆100米会直接炸成平地。宋铎，立刻按神明说的，找一个5里内没有平民的废弃粮仓，派最信得过的亲兵日夜巡逻，任何人不得靠近3丈以内。我的娘啊，这是什么神仙味道？我这辈子都没闻过这么香的。都是赐给大家的，管够。好吃，太好吃了！天上龙肉也不过如此啊！外教里的带点吃啊！神仙果实，每人分1瓶，不许喝醉。今晚还要守夜，要是谁敢误事，军法处置。谢将军，谢神明！好酒，够烈，够味儿，这才叫酒啊！太痛快了！以前喝的那些浊酒，跟这个比起来，简直就是水。要不是有远方盟友，我儿子早就饿死了。前段时间城里连树皮都被拔光了，我媳妇把最后一口粥都给了儿子。我的命从今以后就是将军和远方盟友的。将军叫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。是啊，我2个女儿眼看就要断气了，要不是远方盟友送的盒饭，他们活不到现在。将军，都是自家兄弟，过去的事不提了。哭什么哭？有远方盟友保佑，我们肯定能打赢北境部族，到时候风风光光的回京城。本将军在此立誓，定会带着你们平安回京，与家人团聚。有远方盟友送来的炸药、秦弩，还有源源不断的粮食和水，我们一定会赢。我们击退北境部族，誓不罢休。傻小子，我们这边的月亮可是圆的。加油，我的少年将军！我的少年将军，可乐好喝吗？哼，好喝就行。印可以帮到远方盟友吗？我从小就想给秦始皇寄一张世界地图，让他知道地球是圆的，除了华夏，还有好多国家，他了解世界的广阔。秦始皇，叶小姐，您要的300万斤粮食都卸完了，您清点一下。不用了，我信得过你，这是尾款，你收一下。谢谢叶小姐，您还有粮食吗？我那边还有好多，随时能调过来。要，你继续给我调，有多少要多少。黄师傅，你过来一趟，帮我拉点抗洪物资去灾区。好嘞，叶小姐，我马上到。好了，印就在仓库里。300万斤，真的是300万斤！啊，我们有粮食了，再也不用饿肚子了。4个月，我们4个月都不用愁粮食了。神明从不食言。将军，不好了，岳义将军和朝廷都发来奏报了。念。条件是要200万斤粮食，还有炸山的神物炸药。这个老匹夫，以前跟他借兵，他置之不理，现在知道我们有粮了，倒来趁火打劫。还有朝廷的密报，说让我们务必护好粮食，绝不能让蛮族抢去。至于城破不破无所谓。现在知道有粮了，倒来指手画脚。他们怎么会这么快知道我们有粮的事？将军，恐怕军中出了细作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看着像饭盒。好了，等着吧。真的开了，水真的沸腾了。好吃，米饭软糯，红烧肉也入味，太好吃了，太方便了。行军打仗的时候不用生火做饭，不会暴露食踪，还能吃上热饭，这简直就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神器啊！有了这个，长途奔袭再也不用啃干硬的干粮了。太好了，把自热米饭和自嗨锅全部收好，专门建一个仓库存放。方便面和火腿肠一半送去军营，一半分给百姓。是，将军。将军，远方盟友说要送大量布匹过来，给士兵们做新衣服。布匹是布匹，我们终于能有新衣服穿了。我的衣服都碎成布条了，连胳膊都遮不住，终于能换件新的了。将军，我家库房间多，就放我家吧，我让我媳妇儿看着，保证丢不了。可以。将军，远方盟友说，闵行老板3天内还要运一批粮食过来，让我们准备能装下100万斤粮的大仓库。所有人都惊呆了，100万斤加上之前的300万斤，就是400万斤粮食。他不忍士兵百姓挨饿。将军，徐怀将军的密报里还说，6国都在闹大旱，粮食绝收。如果我们有粮的消息传出去，
不止北境部族，其他5国的军队也会来抢粮。传令下去，全军戒备，加强城墙和仓库的防守，任何人不得泄露粮食的数量。谁敢通敌，严惩不贷。镇关有粮，本王一定要拿下镇关。将军，您看这地方够大吗？不够，我再把旁边的花园也清出来。够了，这里偏僻，不容易被人发现。将军请用茶。不必客气，陈夫人，今日有一事要托付于你。天啊！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好的布，比皇宫里的贡布还要细腻，还这么漂亮。陈夫人，这些布是用来给士兵们做军服的。我想请你组织全城会针线过的女子赶制新军服。将军信任，妾身万死不辞。只是妾身一介女流，抛头露面恐怕不妥。怕什么？将军都信得过你，你就放心干。凡来做工的女子，每日包2餐，每月发3斤大米、1斤蔬菜、1小包食盐，做得好的另有奖赏。多谢将军，妾身一定按时完成，绝不让将士们冻着。院子里的只是1/3，明后天还有更多。你先挑几匹好布，给家里的孩子和仆人做身新衣服吧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！这些布都是给将士们的，妾身怎能私拿？将军，您等一下。将军，这些都是我陈家积攒多年的家底。神明赐我们粮食，又赐我们布匹，无以为报。这些珠宝，您替我们献给神明吧。有心了，神明一定会喜欢的。真的消失了，太神奇了！这些是什么？看着不像吃的。这是眉笔，还有口煮、胭脂，零食给孩子们，书本、纸笔给他们读书，你们自己看着分。听说将军弄来好多布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快去看看，我衣服都碎成布条了。终于有新衣服穿了，我这身衣服都臭了。这匹桃花的给你做件长衫，你不是最喜欢桃花吗？还是神明疼我们，项羽不用穿破衣服了。将军，大齐国岳洪将军派人送来密信。大齐国，我们和他们素无往来，他们来信干什么？将军，信上说什么？岳洪拉拢我，让我带着战家军投靠大齐国。他说小皇帝不信任我，已经把我大哥下了大狱，还说只要我投靠，大齐君主定会重用我。这个岳洪简直是痴心妄想！以前我们跟蛮族打仗的时候，他作弊上官，现在知道我们有粮了，倒来捡便宜了。就是，将军，我们绝不能投靠齐国，我们世代都是大齐的臣子。我当然不会投靠齐国。陈武，你修书一封给岳洪。将军，您告诉他，想投靠可以，让他带着他的20万大军过来。我这里一个兵每月发6斤大米、3斤面粉、1桶油、1包盐，他来多少，我收多少。好，这个主意好，狠狠地打岳洪的脸，看他还敢不敢嚣张。还没完，你再写一封告示，张贴到楚国边境，就说战家军征兵，凡来参军者，每月除了粮食，另加1斤肉、2斤菜。将军英明，把水搅浑，让楚国和齐国狗咬狗去。是。他们为了粮食，一定会先联手赶走蛮族，然后再自相残杀。等他们两败俱伤，
我们就坐收渔翁之利。蛮族退了吗？还在10里外驻扎，随时可能进攻。我感觉3天内他们一定会攻城。太苦了，他们太苦了。多谢神明。真的吗？神明要送我们鞋子，太好了，我们终于不用打赤脚了。你好，我要你们店里所有的6级防弹钢板加防护背心，一共多少套？您好，原本有10万套，中东那边订了8万套，现在还剩15000套。我全要了，多少钱一套？原价200，您全要的话，给您算180一套。好，现在就给我发货，连夜运过来，我先付1半定金，货到付全款。老板，我要5万双厚底防滑耐磨的老北京布鞋，多少钱一双？26一双。您要5万双的话，给您算18一双。好，再给我拿35双最好的运动鞋、跑鞋、休闲鞋，要名牌的。没问题，马上安排。现在就给我送过来。叶小姐，10里8乡的西瓜都给您拉来了，一共350吨，还有几百斤桃子、李子和蔬菜。叶小姐，您收瓜的价格高，我们每户都多赚了2、3万呢，太谢谢您了。不用谢，大家辛苦了，先过正卸货吧。真甜。还好，这次没那么晕了。西瓜，西瓜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西瓜，上次吃西瓜还是3年前。大家每人挑2个带回家，剩下的挖地窖储存起来，以后每天每餐，每人分1片西瓜。谢将军，谢神明。好漂亮的鞋子啊！太舒服了，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。这些都是太后赐我的珠宝，全部给你。我要100双鞋，40双女鞋，60双男鞋，要最贵的。再给我200双这种白袜子，还有大白兔奶糖和棒棒糖，越多越好。我的天，皇家御赐！上次2个酒奏就卖了一大笔钱，这一盒子岂不是价值连城？太好了，真的太好了！陈奎将军送1箱，莫凡小狮子送1盒，这波太值了！100双鞋，200双袜子，才几个钱，我这下彻底不用愁了。嗯，这是什么？战成员写的纸条。这家伙还点上菜了，真当神仙是他家开的杂货铺啊！第一个进后院拿布匹，居然顺走夫人藏的糖果，夫人还不拦着，太不像话了。跟大将军同岁，都是20岁，人家大将军镇守边关，保家卫国，他的同事有太后撑腰，在镇关这吃人地方，他根本待不下去。行了，少说2句。小世子自从大灾荒之后，已经改了不少了，还知道跟小兵一起操练呢。
要100双鞋，200双袜子，可以，得加钱。加，必须加，多少钱都加。去，回府上取钱来，有多少取多少，不够就把我那匹汗血宝马也卖了。是，世子。庄军师，留下吧。将军有何吩咐？莫凡把我分给将士们的《孙子兵法》词典全给你了，一个字都没看。我找你，是想问蛮族的事。你和罗格手下的汉人军师刘伶师出同门，对吗？是，将军，刘伶不仅是我师弟，更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对手。我和刘伶都出自长河郡白鹿书院，学院10年，他当了10年老二，从来没赢过我。后来我被举荐到京部，得到太后赏识，他却在京城郁郁不得志。他不甘心，就违背祖训，投靠了蛮族，成了罗格的军师。什么？读书人居然投靠蛮族，这也太不像话了！那以你之见，蛮族何时会攻城？将军，刘连此人极度痴迷占卜之术，每次打仗前必定会让术士卜算一卦，选一个他认为最吉利的时辰。只要找到城内最好的术士，就能推算出他们的攻城时间。消息准确吗？千真万确。陈武，去把城内所有的术士都请来。是，末将遵命。3位，今日请你们来，是想请你们推算一卦。这几日蛮族何时最适宜进攻？推算的准的，赏大米20斤；就算推算不准，每人也能带走1个西瓜。今夜子时正是攻城的最佳时辰。不对，蛮族会在3天后正午攻城。3位先回去吧。过了今夜子时，谁推算得准，谁就来领大米。将军，这该信谁呀？2个老人都说今夜子时，就这小子说3天后。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陈武，立刻带人去城外埋雷。宋铎，准备投石车和弓箭手，把所有煤球都运上城楼。将军，城外所有要道都已埋好地雷。将军，500筐煤球已全部运上城楼，每个城楼200筐，随时可以使用。弓箭手和投石车都已就位，就等蛮族来了。距离今夜子时还有1个时辰，所有人打起12分精神。一旦发现蛮族踪迹，立刻放信号。是，将军。叶姑娘，多谢你一次次救我镇关军民，这和皇家御赐的首饰，本该是我谢你的礼物。可如今，苍天在上，术士推算出蛮族今夜子时攻阵，应不知此战结局如何。若此战不幸殒命，对不起，应再也无法偿还您的恩情。来世定当结草衔环，以报答您的救助之恩。这盒首饰是皇家御赐，小将军莫凡以此请求您赐予100双鞋，200双袜。男鞋60，女鞋40，您多保重。这就是我留给您最后的念想。将军，蛮族来了，真的是今夜子时。传令下去，死守城门。今夜子时攻军，他不知道结局如何，这是遗言。还有半个小时，还有半个小时就到子时了，他会死的，他真的会死的！怎么会这样？我以为只是送点东西换点古董，我从来没想过他会
行，我不能让他死。他是镇守边关的大英雄，死在蛮族手里。我要救他，我现在就去买东西，我要给他送最好的武器，最好的装备，我一定要让他活着回来。战成庭，你等着我，我这就来救你。这一次，换我来守护你。我一定让他活着回来。对，游击战、密道战，还有骚扰战。我想起来了，历史上有个火牛阵，2000人就能破5万人。战城头，你听着，找1000头牛，牛屁股上挂鞭炮，半夜点燃，牛受惊了会直冲敌军大营，能把他们的骑兵冲得稀巴烂。你要鞭炮吗？我马上去买，要多少有多少。我还给你传视频教经你怎么用。我的天，叶姑娘又传消息了！这是什么宝贝？居然能看到会动的画！这东西噼里啪啦响的，比打雷还吓人啊！马肯定会受惊，妙啊，太妙了！此计若成，别说30万，就算50万大军也能搅乱。我们没有牛，但我们有马，蛮族马厩就在大营东侧，只要能潜入进去，便有了反制机会。把鞭炮挂在他们的马屁股上，效果一样。叶姑娘，我们需要大量鞭炮，越多越好。等着我，我现在就去采购足够的鞭炮。老板，你家所有引线长的鞭炮我全要了。全要？姑娘，你没开玩笑吧？我这仓库里还有2000多挂呢。2000多挂不够，把引线短的也拿出来，你帮我接长，钱不是问题。好嘞，姑娘您稍等，我这就去仓库搬。传送。一家不够，再去下一家。好家伙，这么多，够蛮族喝一壶的了。可是将军，我们怎么出城啊？城门都被蛮族围死了，出去就是送死。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。魏广说，城外有2条商人逃税挖的密道，分别通向南北2个方向，从来没人知道。天助我也！蛮族主力都在东门，南北2侧防守薄弱，我们正好从密道出去，直奔他们的马厩。将军，此事交给我们兄弟俩，我带一队从南密道走，陈武带一队从北密道走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对，将军，天黑放炮，打完就跑，绝对不给他们反应的机会。将军，我们也去。好，就你们2个，各带100人，多带马料，注意安全。一旦被发现，立刻撤退。是啊，将军。一定要平安回来啊！
小心点。挂完就撤，听我口令，一起点火。点火！成了，他们成功了！太好了，叶姑娘保佑，镇关有救了！将军，我们要不要趁机出兵，杀他们个措手不及？不急，等陈奎、陈武回来再说。将军，大获全胜，蛮族大营彻底乱了，他们今晚绝对不可能攻城了。将军，那些蛮族根本就没防备，我们从他们身后牵马经过，他们都以为是自己人，纪律松散的一塌糊涂。依我看，我们就按叶姑娘说的打游击战，天天半夜去骚扰他们，耗死他们。好，从今夜开始，全面启动游击战，敌驻我扰，敌疲我打。我倒要看看他们能撑多久。太好了，成功了！战成勇没事，镇关没事。叶伯父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你上次撞了我就跑，我今天把记者都请来了，我要让你在全市臭名昭扬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个不孝的白眼狼。叶明母，你这个不孝的，给我滚出来！你开车撞了亲奶奶还肇事逃逸，你爹走了没人管你了是吧？今天我就让记者曝光你，让你在全市。王经理，你们怎么把闲杂人等放进来了，还带着记者在小区里闹事？叶小姐，实在对不起，这老太婆太能闹了。上次她自己拿拐棍敲你的装死，没碰到就躺门丧地上装小时，警察来了都没用。今天她带着记者来，在门口哭哭地说你侵吞家产、虐待老人，我们拦都拦不住啊！把你们拍的监控视频发给记者。我不想出面，这5000块是给兄弟们的辛苦费，麻烦大家多费心，把人送走，别让记者乱报道。咱们小区住的都是什么人，你清楚？要是让记者乱写，影响了小区名声，得罪的可不止我一个。明白，叶小姐您放心，这事儿交给我们，保证办得妥妥帖帖。阿姨，请你们立刻离开，否则我们就报警，追究你们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。你们敢动我，我是他亲奶奶，他欠我的。叶淼淼，你这个不敢露面的人，你害我宝贝孙儿深陷官司，侵占我儿子的财物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终于清静了。大伯借了2600万，买大平层装修，买车，连堂哥结婚的别墅和彩礼都是我爸掏钱。小叔1800万，小姑1500万，加起来整整6000万。一群吸血鬼！我爸活着的时候趴在他身上吸血，我爸刚走就在灵堂和外人闹得分明算产，想霸占我的房子。以前我念着亲情，不想把事情做绝，现在看来是我太心软了。徐律师您好，我是叶母母，我想委托您帮我追回我爸爸生前借出去的债务。叶小姐，这么晚了您还没休息，有借记吗？有。不仅有手写的借记，还有当时借钱实录的视频，一共6000万。我要起诉他们，一分不少的要回来。6000万？您放心，叶小姐，我明天一早就整理材料立案，保证帮您把钱全部追回来。这个应该能卖个好价钱，正好问问穆老，战成林最后到底怎么样了？是真的。真的是大气凤凰采用瓷盘，外缠凤尾，内绕凤冠，还有铂白银器点缀，太不可思议了！2000多年前居然能做出这么精美的彩釉瓷，大气的制瓷工艺果然领袖是几百年啊！穆老，你要是喜欢这个盘子就卖给您，我出5个亿，这已经是市场价的天花板了，就算拿去拍卖会也拍不出更高的价。我现在就给你转钱，你千万别卖给别人。10个亿了！叶小姑娘，钱已经转过去了，我明天一早就去派人。好的，穆老。不过在这之前，我想问问您，野史上有没有记载战成厨的确切死亡时间和死因？野史没有记载他确切的出生年份，只说他死的时候虚岁21。21？那岂不是就是今年？对，历史上就是这一年，蛮族联合齐国、楚国3围攻镇关城，战成廷带2万两面监军3个月，最后探境城破了。齐国君主悬赏1万两黄金要他的人头，他被几百个齐国士兵围攻，最终力竭阵亡。可惜呀。他要是再多活10年，大齐根本不会灭亡，百姓也不会遭受那么多苦难。这个只存在了50年的王朝，实在太可惜了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他死，他是镇守边关的大英雄，他不能死得这么遗憾。叶小姑娘，你怎么了？这盘子我真的太喜欢了，你可不能反悔啊！盘子您明天派人来取就行，我还有事儿，先挂了。
战成印，你听着，我绝不会让历史重演。这一次，我一定救你，就算拼尽全力，我也要让你活着。虚岁21，还有不到半年。战成云，你一定要活着，千万不要出事。2000匹战马，300多士兵，就这么没了！你们连是谁干都不知道，一群废物！小王爷饶命！小王爷息怒，此事定是城后战家军所为。小王爷，城北营地遇袭，敌军放鞭炮进了马群，魔连将军追逐时遭遇伏击，不幸阵亡。你说什么？魔连没了？城南营地也遇袭了，帐篷被烧了，全跑了。几位副将刚出征遭遇伏击，重伤不治。都是你出的馊主意，说什么困死他们？现在倒好，我们先被他们打上门了。小王爷息怒，当务之急是派兵增援南北营地。不用你教我，传我命令，15万主力全部出动，增援南北营地。三方联手，想杀我，没那么容易。将军，成了！罗可真的带着主力去增援南北营地了。意料之中，炸南北马厩只是幌子，我真正的目标是他那15万主力军，那里是他们的必经之路。我早就买好了3000斤炸药，只要他们进去，就别想全身而退。炸了！真的炸了！将军，我们成功了！太好了，我们终于打赢了！战家军无敌，江家军无敌！江家军无敌！哇，战成你太厉害了，这个计谋绝了！罗哥怎么样了？祖母，谢谢你，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胜利。等我平定了边关，一定亲自去见你。啊！我的腿！我的腿！此仇不报，我誓不为人。战成义，我与你不共戴天。此仇不报，我誓不为人。战成印，我要杀了你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杀呀！击退蛮族，护我大旗！歼敌1名将10斤大米5斤面，兄弟们，冲啊！好孩子，你们辛苦了，多亏了你们，我们才能活下来啊！将军，我们不负众望，赢了！诸位将军，请起。
你们都是大齐的英雄，都是正官的功臣。将军，出征前你说歼敌1名奖10斤大米5斤面，还算数不？240个，2400斤大米，1200斤面粉，这下有粮食了。当然算数。田勤，打开粮仓，给所有将士发放奖励。哇，好多粮食啊！这么多粮食，够我们全城人吃上半年了。我们再也不会饿肚子了。以前每天只能领1碗稀粥，现在居然有这么多粮食，都是将军和叶姑娘的功劳啊！粮仓。父亲，我和娘亲是不是再也不会饿肚子了？父亲这辈子都不会让你和娘亲饿肚子了。老兵哥，我现在报名上战场还来得及吗？我也想保家卫国，领粮食。将军，统计出来了，城南蛮族损失15000人，城北损失25000人。这一役，我们共歼灭蛮族4万人，而我们只牺牲了327名将士。4万人，整整4万人！以前我们想都不敢想，我们居然用2万人打败了30万蛮族。都是叶姑娘的功劳，要不是叶姑娘给我们的炸药、鞭炮，还有那些战术，我们根本不可能赢。对，多谢叶姑娘相助，多谢将军。这一杯，敬牺牲的兄弟们，敬帮助我们的叶姑娘，敬我们战家军，敬兄弟，敬叶姑娘，敬战家军。我今天击退了300个蛮族，好久没有这么痛快了，憋屈了1年，今天终于扬眉吐气了。你小子可以啊，比我还多击退了60个。不过下次我肯定超过你。现在将士们士气高涨，新兵们都抢着要上战场保家卫国。接下来我们可以继续打游击战，不断消耗蛮族的兵力，用不了多久，他们就会退兵了。没那么简单。叶姑娘告诉我，楚国和齐国很快就会和蛮族联手，一起攻打镇关。什么？楚国和齐国居然会和蛮族联手？他们不是和蛮族有仇吗？为了吞并大齐，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不过没关系，叶姑娘已经提前告诉我们了，我们早做准备就是。不管他们来多少人，我们战家军都不怕。只要我们上下一心，就一定能守住镇关，守住大齐的国门，死守镇关，保家卫国。传我命令，立刻派使者去楚国和齐国，告诉他们，只要愿意联手灭了大齐，我愿意和他们平分大齐的国土。你们是没看见，那罗葛穿着金盔甲，骑着大黑马，第一个冲进峡谷，我早就盯着他了。弓箭搭好，火油点着，他马蹄刚踩上炸药包，我直接点火，轰隆一声，那黑马直接炸飞了。罗葛从马上摔下来，连哼都没哼一声。我敢打包票，他绝对死透了。千真万确，我亲眼看见的。就算没死，也绝对被炸成重伤了。今天歼灭的4万蛮兵，3万多都是被炸药击溃的。要是没有炸药，我们哪能赢这么清楚？没错，这炸药简直是神兵利器，弓箭厉害100倍。将军，能不能求求叶姑娘多给我们弄点炸药？有了这东西，别说30万蛮族，就算100万来了，我们也不怕。多要点炸药，我们一定能把蛮族赶回老家。我知道了，我这就给叶姑娘写信试试。赢了，真的歼灭了4万人。好酒，绵甜醇厚，一点都不辣。再来一杯。行了，别喝了，明天还要打仗呢。请让我们在这里打第2场。放开我！传我命令，立刻派使者去楚国和联手，灭了大齐。我的天，莫凡这小子也太阔绰了！这一箱全是皇家御赐的东西，比昨天那3盒起来还值钱。
这么多宝贝换点炸药，血赚不亏。叶小姐，你怎么又要炸药？上次那批刚给你运到矿山，这么快就用完了？肖叔叔，我还要一批炸药，数量是上次的1倍，要最好的，我给你5000万。这么大的量，审批手续得重新走，而且最近查得严，运输风险很大呀。6000万，我知道你能搞定。这批是用于我家西部矿山的露天爆破工程，所有手续我这边都齐全，绝对不会出问题。行，我让厂家今晚的用通道运，再带到厂家就能到你指定的仓库。放心，全程合规，绝对没问题。放心，货一到，尾款立刻打给你。炸药已经订好了，明天早上之前就能到。我带了2板栗，我再给你一个平板拧，里面有缝纫机的使用教学，做衣服效率能快10倍。哦，这个小柿子还挺可爱的。行，满足你。走，扫货去，给他们把整个电子城都搬空。10部平板，10部平板，给我拿2部最新款平板，20个2万高安充电宝，风扇正好，再给我拿15个，20个充电手电筒，20个剃须刀，20个智能台灯。你们店里所有的太阳能充电板我都要了，还有这个太阳能夜灯100箱全打包，这个10个。姐，您慢走，下次再来啊！不能给你下载游戏，免得你玩物丧志。这些够你玩好几年了。传送。我的天，这是什么宝贝？居然能吹出风来！太凉快了，镇关这天热的能死人。有了这东西，晚上站岗再也不用遭罪了。太神奇了，不用火不用油，晒晒太阳就能亮一晚上。把这些挂在城墙上，晚上蛮族根本别想偷偷靠近。哇，平板电脑还有糖果，谢谢叶灰姑娘，叶姑娘最好了。报告将军，叶姑娘送来的第2批武器到了，500套重型铠甲，1000把唐磨刀，2000把秦弩，还有10万支箭，太好了！有了这些新装备，我们还怕什么蛮族？将军，现在就下令开战吧！我第一个上！下令吧！我们早就等不及了，领粮食！大家稍安勿躁。叶姑娘说，炸药明天早上就能到，我们等炸药一到，立刻发动第3次游击战。这一次，我们要让蛮族知道我战家军的厉害。是，将军击溃蛮族，收正官。你们2国愿意出兵，或大启之后获得中原，我们3家平分国土。成交。3日之后，我楚国10万大军准时抵达镇关。这是什么？看着就好玩。妙哉，居然能自动吹风，太凉快了！这东西我要了。天啊，这是什么声音？比宫里最好的乐师奏的还好听。好东西，真是好东西，比用刀子刮方便多了。哎，来，都试试，拿着，你们也刮刮，一个个胡子拉碴的，难看死了。这每样都有20个，我1份，庄军师1份，江源1份，正好。江源，把这个搬到府顶装太阳能板，我倒要看看晒晒太阳怎么就能吹风。再熬一晚，明早这批军医就能送去军营了。将军，又来了，神明又吃东西了。夫人，不知道还有落地扇、吊扇，这么多。将军，绣娘们再也不用熬坏眼睛了。
士兵晚上也不用热醒了，神明真的把咱们放在心上啊！神明厚恩，战家军必以命相报。他们一直这样赶工，军医急用，大家不敢停。登太安，眼睛会熬坏。将军仁厚。将军，这是收下，这是神明赐下的好东西。多谢将军。我教你点亮屏幕、解锁、设密码、录指纹。这小板板竟比烛火还亮，这叫平板，里面能存影像，也能教教学。一针一线，这机器竟能自己就缝衣，好快！夫人，这便是神明世界的手段。这不是奇遇，这是神迹啊！夫人，闲暇时让孩子们听听课，神明世界的知识或许能改变他们一生。妾定会护好此物，也会让秀人们尽心赶制军医。不必拼命赶，军医重要，人也重要，不能把他们的眼睛熬坏。夫君，这是什么？居然亮成这样！手电筒，还有这个小风扇，好凉爽。神明的世界都是新奇宝贝，若能亲眼看一眼，便是死也值。呸！神明赏了咱们好日子，咱们都得好好活。秀娘熬夜制军医，油灯伤眼，每月2斤大米，1斤面粉。1个月才这点儿，这哪够吃？秀娘长到5斤大米。神明，征召新兵每月才4斤大米，2斤面粉。不用担心物资，老兵每月10斤大米，5斤面粉。秀娘5斤大米，3斤面粉。神明能否多次夜灯？秀娘晚上赶制军医，很伤眼睛。他们是在给战军缝命，不能让他们把眼睛熬坏。灯风扇吃的鞋子，我马上买。小姐，你买这么多是公司团建吗？差不多。这次先把后院照亮，再给你们穿上新鞋。正官的人一个都不能亏待。将军，还有鞋、袜子、糖、肉干。先给秀娘，再给伤兵，再送军营，人人有份。真的不磨脚了？将军，我以后也有新鞋了吗？有。以后晚上也能看清真假了，眼睛不疼了。神明连这样的事都替我们想到了。是咱们缺什么，他就补什么。正官，谢神明。300万斤粮食，50万斤面条、馒头、葱花饼各50万个，防弹背心、防弹钢片15000套。将军，这不是粮，这是正官1年的命啊！准备仓库，防弹背心和钢片单独建库，掩人耳目。城内还有细作，一切小心。属下马上去办。感谢神明。夫君，将军还在呢。夫人，你尝一口。还有多的，给孩子们吃吧。这些是神明送给莫凡的。莫凡昨日拿了糖果，今日咱们拿几包，算扯平。陈奎，马上回军营，让人准备几个大仓库。神明又送东西了。将军，要多大的仓库？能放400万斤粮食的烧面、自热火锅、矿泉水。400万斤粮食，能吃大半年了。不止。拿着，给孩子们穿，这袜子舒服，夫人喜欢就拿。莫凡不会说什么。妾不是私拿，若照这个包里缝出来，士兵上战场就能多带水和干粮。拿去，什么时候看好了，什么时候再还莫凡。是。倒是舒服。你喜欢凉鞋，明天给你多送几双。我现在回仓库传送布料，稍等半个小时。好的，神明。牌匾我给你挂门口了，多好看。是挺好看的。中午了，我得回去，不然老伴念叨。这我不能要。拿着，路上慢点。叶小姐，还要不要？要，增加老人和小孩的码数，还是5万师。孩子鞋库存少，3天内送一批，剩下半个月内送完。好。将军，真没地方放了，西瓜还在沙坑里埋着呢。这鞋子好啊，比咱们的木屐鞋舒服多了。很轻，几乎感觉不到重量。全是鞋啊！这鞋面，这软底，好舒服，贴脚，轻稳。若全军换上此鞋，行军都能快几分。5万双鞋，老兵新兵加起来4万人，每人1双，还多1万，每人拿2箱回府，给府中人替换。多谢将军。莫凡府上人多，你选4箱。多谢将军。送1箱回将军府，让府中人全换上新鞋。是。里面是鞋子，你让大家分了，每人1双，多的存库房。多谢将军。魏广哥，这是什么？哇，鞋子好漂亮！
奶奶，鞋鞋漂亮，鞋鞋。将军真是大好人呐，还给咱们送鞋。来，每人一双，先打水，把臭脚丫子洗干净，再穿新鞋。人生第一双鞋，总得干干净净穿上。想不到我魏广有朝一日也能穿上鞋。哑巴，你说咱们来将军府是不是来对了？魏哥，我早说将军府里有神，是神送的。可将军一直住在军营，咱们是骗过李叔才进来的。若将军回来撵咱们走怎么办？将军是好人，不会赶咱们。再说魏哥能干，帮将军府处理了多少麻烦。我哪是什么能干？我走投无路，我找了个折中的钱，还擅自拿粮去平时，不知会怎么罚我。我很想留在将军府，眼下可怎么办？50万个馒头，50万个葱油饼到了。以斩查功夫。将军为何要等？是熟食，放在伙夫府附近派发更快。装不下了，有布，快盖上！秦兵守着，谁都不许乱动。将军，这葱油饼真香。属下建议，出征士兵每人带2个饼，再带2瓶水，万一回不来，也能撑上一阵。真是。神明即将赐下防弹钢板与防弹背心，据说可挡弓箭穿透。铠甲尚且不能100%挡箭，这薄薄背心真能挡。神明赐物，必不寻常。是真钢。将军，你要亲自试。装备上战场前，主帅先试。不行，万一……无碍，我信神明。将军，让属下来试。我信神明。防住了，真的防住了！将军连一步都没退。2片钢板可救战家军无数条命。吴三郎，拿刀砍我！你疯了？砍！刀也砍不穿。若内穿此背心，外披铠甲，便是双重护命。蛮族骑射再难收割我战家军性命。传令，下午攻城士兵每人领1套防弹背心。末将定凯旋，末将定不负将军。下午是硬仗，昨夜靠炸药，今日靠人命，靠装备，靠战家军的胆气。将军，炸药用完了，所以今日更要赢。如今粮食700万斤，全城军民能吃1年多。从吃人的炼狱，有甲有兵器。这个自热火锅，上次还没舍得吃完。火腿肠矿泉液拌2下，像梦一样。武器装备到了。停下，装备到了。盔甲2000，秦弩5000，箭雨20万。20万箭雨，有秦弩压阵，蛮族骑兵还没冲到面前，就得先倒一片。这秦弩改过，射程更远，怕是超过600米。先秦弩压阵半个时辰，破第一波骑兵，再上陌刀队斩马破阵。唐陌刀1万柄，长戟、长矛、戈剑刀各2000柄。1万柄陌刀，各为数支陌刀队。前2战陌刀如何破旗，大家都看见了。这批武器来得太及时了。传何鸿、陈俊霖即刻换装，下午出战。是。这一役，我亲自上战场。将军不可！不是战家军谁来统领？谁来联系神明？将军，战家军赌不起。我16岁上战场，数次从死人堆里杀出来。可如今不同，因为如今不同，我更要去。有炸药时，我不能只让将士冲；没有炸药时，我更不能躲在后方。战场杀敌，主帅岂能只看不战？将军的军功是自己一刀一脚挣出来的。好，将军，我们等您大胜归来。众将士，恭候将军凯旋。好。秦弩队准备，放箭。李希，战城王杀上来了，快追战！跑啊！战城王又杀来了。他们的箭伤不了我们，继续。停！大气的男儿们，随我上战场厮杀。今日凡斩敌1人，多奖1包面条。杀退蛮族，领大米，大米有多钱？他亲自上战场了，花瓶只有他能用，他不在，我连消息都送不过去。战承恩，你不能死，我还要给你送地球仪，送世界地图，买大船。等你退蛮族，统一华夏，再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神明，赢了，他真的赢了。
父亲，孩儿没有输。何鸿、陈俊临走南门，表现优秀。陈俊临第一次上战场，竟杀敌400余，比陈武将军丝毫不让。南门共杀敌25000，秦弩射杀15000，陌刀队杀敌10000，剩下尽数逃走。今日饮实在痛快，很久没有如此开心。神明应感谢您。秦弩和陌刀竟然这么强，3场战役，战家军彻底站起来了。蛮族若聪明，就该退兵了。我给你们点菜，今晚大家吃一顿好的。以前一到夜里，镇关就像死城，现在不一样了，城里有光了，有粮，有水，有灯，还有将军。老兵每月10斤大米，5斤面粉，3斤蔬菜或水果，2斤肉，1包盐，1壶油。新兵每月8斤大米，4斤面粉，2斤蔬菜，1包浙菜，1小包盐。军营1天3顿，早上肉粥配西瓜，中午白米饭还有荤菜。我也想参军，我还没满14，养马班、粮修帐子我都能干。恭迎将军凯旋！大家快快请起！蛮族南北两门都败了，千里赤地，出去不是饿死就是热死。现在镇关才是活路，有吃不完的粮，还有能打胜仗的战家军，一日杀退蛮族10万人，这一仗怕是要传遍天下了。将军，你一定要保重镇关，守住我们！将军万寿！战家军万寿！战家军万寿！算你命好。世子爷，属下今日杀敌200，这是证明，属下献给您。拿走，快拿走！小爷才不要这种东西。战成洛，本是要提拔江源做我的副将，你允还是不允？今日他冲阵勇猛，听令配合，确有可塑之处。可他是奴籍，奴籍不可入朝为官。契书在姑母那儿，我非说让他烧了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此战缴获活战马600匹，还有大量马肉，都是刚得的。军营肉类正好快吃完了。蛮族弯刀破损帐篷，也能收整再用。这肉干有股腥，饿死的牛肉做的，把能用的都收好。如今镇关每一份物资都不能浪费。将军，药快不够了。缺什么？消炎药、止血药，尤其是注射用的，越快越好。再晚，很多伤兵撑不过今晚。今日赢是赢了，可兄弟们也伤得不轻，战死1000余，伤2000余。若无药，伤兵还会继续死。神明，战后伤兵众多，急需大量消炎药、止血药、包扎药物，越快越好。战死将士家属每户100斤大米，再50斤面，1箱面，5包盐，3桶油。是。受伤士兵每人50斤大米，30斤面粉，2包盐，1桶油。后续安抚你亲自办。末将明白。将军，今日若不是秦弩和防弹衣，死的绝不止这些。蛮族30万大军，如今只剩20万，可战家军每一个活下来的人都不能白白死在缺药上。蛮族有援军来支援，但被秦弩打退了。若他们真敢冒剑冲阵，南北两路会有大麻烦。怕剑，也怕炸药。可他们退了，他们就这么眼睁睁看着南北门驻军被咱们8000人掀了。蛮族已经怕了，以前是他们为镇关，逼我们等死，现在轮到他们夜夜难眠。急缺药，消毒酒精、碘伏、绷带、棉鞘、止血药，拿多少拿多少，这么多，救命用！养母啊，这么晚了，吃了没？二舅妈，我急需大量青霉素、痛伤风，还有注射用药，您能不能帮我找药厂？你要这个做什么？救人，价格可以翻倍，不3倍，我再给您200万介绍费。别说了，记住，你今晚没给我打过电话。这就挂了。喂，谁啊？您那里有青霉素、胖伤风、止痛消炎类药物吗？你哪家医院？私人。私人不卖。我出3倍。不卖。4倍。你再说一遍，几倍？ 4倍，今晚就要。青霉素、痛伤风、止痛消炎、麻醉类都在这儿。是。你得签免责，尤其这类药必须谨慎使用，出事别找我。针头、针管、无菌手套、口罩有吗？等着。40箱800万。嘿嘿，你从哪儿找的我电话？亲戚。哪位？药监局2把手。你早说呀！我退你200万，刚才价格是高了的。不用，下次便宜点，我还会找你。行，小妹，我姓徐，叫徐乾，你喊我徐哥就成。又来，贱胚子，给我下来！经理，找人把他们撵走。叶小姐，他们没进小区，我没权利驱赶啊！赔钱货物，下来给我下跪！你现在拥有的叶一切，你爸的财产本来都该给叶欣。嬷嬷，亲戚之间何必起诉？你以后嫁人没家撑腰怎么办？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！有本事就从我身上撵过去！现在有权利了吗？马上处理。人家业主被你们骚扰几天都没报警，你们倒有脸堵车！带走！叶小姐，老这么被骚扰也不是办法。10万，我保证他们以后不敢再靠近您。你真是干物业的，别让他们再靠近我。船物资不头晕了，那船水呢？
搬江水。将军，神明说搬江水。马上封堵上下游，清空河道。是。神明，我已寻到干枯河床，是流入镇关最大的河，上下游一堵，您可以搬水。还不够。有水了，河道终于有水了，终于有水了！老天爷开眼，镇关百姓再不会渴死了。爷娘，涨水了，咱家的地能种粮了。这一年，他们躲过干旱，躲过饥荒，躲过蛮族攻城，从躺在地上等死，到现在有水有粮有光，把晕倒的百姓送去军医处，慢些喝，别呛着。水，真的是水，痛快，太痛快了！用力一点，小爷都快长虱子了。将军，你也洗一洗吧。神明没回信。没有。现在什么时辰？子时了。他恐怕累坏了。这就是神明世界的江水。神明，若此生能见你一面，因必亲口道谢。大小姐，您还好吗？我很好，只是我爸那边亲戚太烦，我打算去外地住一段时间，这房子得有人看着。刘阿姨，您回来帮我看房，每月1万8。大小姐，您还愿意用我？当初是我状态不好，辞退了你们，你们是关心我。您要是一个人冷清，可以把以前的人都请回来，每人加3000工资。好，我马上联系他们。今天就要装好，双倍价格。叶小姐，全部通电调试完毕。没事，割猪草割的，不疼。这么大片园子，怎么不种点黄瓜、茄子、辣椒？太可惜了。阿姨，我下午就走，这钱用来付水电煤气买菜，不够再问我。下午就走，这么急？对，围墙都装了电网，24小时通电，叶家人翻墙进不来。大小姐放心，我不会放他们进来。大小姐，总算愿意往前走了。我下班了，你忙。吃战马，镇关这么热，腌肉能撑几天？黄师傅，你认识冰场吗？我要1车冰。有家冰场专门给夜店送冰镇酒的冰块，不能吃，但能降温。我要1车，按市场价。马上让人挖一个大坑，铺油布，神明会送新鲜猪肉和许多冰块。猪肉还有冰，镇关这鬼天气竟还能见到冰块，我亲自去挖。这些归小爷了，江源拿回去做衣裳。是。给你的密信。是。你最好看看。镇关有粮有水，仓库大米多到遮不住。朝廷密令徐怀率10万人前来接管镇关，包括城中百姓、军队、粮仓局所有物资。老子徐怀装死！现在我们迎来抢战沟、抢粮、抢水，凭什么？朝廷忌惮战家军不是1天2天就开始，所以他们宁愿镇关饿死，也不愿战家军活。如今你们活了，还赢了，他们更怕。这是陛下给你们陈氏兄弟的。将军，皇帝命我兄弟2人暗杀你。将军，我和陈武绝无二心。若不是将军和神明送水送粮，我陈家孩子莫凡，全城百姓都已饿死。我们兄弟就算死，也不可纳您。小皇帝把我们扔到镇关送死，现在还想让我们砸次饭，他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？你骂皇帝时，能不能别当着我这个皇亲的面？小世子，这密函我没接过，也没看过，我也没看见。第1道可以装没看见，第2道呢？第3道呢？将军，要不咱们反了吧？先拿徐怀开刀。咱们有神灵鼎力支持，有粮有水有炸药有秦弩有陌刀，还怕小皇帝？杀了徐怀，然后呢？造反！先解决蛮族，再杀回京城，把苏丞相那帮蛀虫杀个片甲不留。现在还不行。为何说不都是死，不如玩票大的？楚国、齐国大军就在镇关150开外，随时会动。
他们真要对我们下手？齐国一旦内乱，镇关失守，蛮族楚国、齐国便会长驱直入，瓜分大齐国土。皇帝要杀我，徐怀要夺权，楚齐要吞国，蛮族还未退兵，此时造反只会让百姓先死。将军的意思是先稳住徐怀10万人，攘外必先安内。徐怀的人未必是徐怀的人，他们跟了徐怀20年，能听咱们的？徐怀不会让他们投靠。我有粮，我还有水，要不我和陈武干脆做掉徐怀？不必，饿了大半年的人知道跟谁才能活。将军打算如何收买？并入战家军编队，按老兵待遇，每人每月10斤大米、5斤面粉、5包盐、1桶油，水管够。如此，他们即便对徐怀忠心，也不能让家人继续饿死。小皇帝给不了的，你全给了。徐怀带来的10万兵，怕是还没进城，心就先散了。咱们贴到楚国大街的告示，说加入战家军能领6斤大米、3斤面粉，已有1000人拖家带口来到城门外，里面恐怕有奸细。但是没有蛮族驻军，让楚国投军者及家人住在城门5里内，先安置，不入城核心。派100人队伍收编，发军服、武器、盔甲、鞋子。答应的粮食给足，水每日按时供应。家属呢，登记造册，告诉他们，投靠战家军便是镇关自民，从此与楚国再无关系。若发生战争，家人可入城，在城内划出专门区域安置。明白，属下这就去安排。将军，上次找来的3个术士，其中1名年轻术士领了粮，说要投靠您，人就在门外。术士来投军，他说有要事献上，带进来。寻林真人是梦，见过将军。你说要投靠我，是，你可以入军。将军，我会配置火药，我曾亲眼看见你们埋下炸药，我知道火药配比，也曾亲自配过，只不过在清风观中是用来炼丹。师傅师叔们天天炸炉，谁也没想到那东西竟能杀敌。你确定能做？镇关缺硝石，若将军给我少量火药样品，我定能研制出威力更猛的炸药。好，若真能成，以后就跟着我。天齐，带他下去换衣服和鞋子。是。将军府给他收拾一间房。是。将军，有句话，不知该不该说。说，将军我见原本是短命长水，不出半月必死无疑。可竟昨见高君文师门授一卦，说官受事。将军背后有一位来自异世的大能之人，他心地善良，能改天怀命。他不是大能之人，他是神明。好。终于弄完了，李经理，把山背面那栋别墅收拾出来，我今晚过去住。叶小姐今晚就来？对，这是父母在成人礼时送的地方，旁边还有小仓库，地下3层储着罐头、水和压缩饼干。以前每年爸妈都会陪我来住2个月，现在只剩我一个人了。叶小姐，您打算住1-2个月？你去忙吧，没事不用打扰我，饭我会自己打电话叫。好的。怎么不接电话？老板卡免单3次，之后8折。不错，你比你爸好说话。他明了，楚国、齐国军队距离镇关比蛮军还近。外界不是都说楚齐2国连年不和？假象，齐国20万，楚国15万，蛮族尚有20万。互通消息，若3方合流，便是55万大军。镇关全城能张着的也不过4万8千人，装备再强，人数差距太大，也会被耗死。神明的炸药到了。太及时了！神明仿佛知道咱们最需要什么，有这批炸药，至少能挡楚齐2国一轮。还不够，55万大军压境，仅靠这一批炸药，远远不够。若能拉拢徐怀10万人，或许还有一战之力，但还需要大批武器、装备、炸药。将军，要不咱们再向神明求一回？炸药起码还得10倍才够，当然越多越好。还有秦弩、箭雨、防弹背心。若神明愿意再次装备，镇关就还有胜算。补充务虚缺口。将军，您和神明熟，要不然您再求一回。55万大军压境，没有装备，咱们真不知道怎么赢。你们可知为何陈奎府上能存放大量布匹？绣娘能在陈府缝制衣服，因为陈奎与陈夫人主动奉上了一箱钱财，金银首饰足有2大盒。为何莫凡府上仆人能分到2双鞋？每次布料送来他能先挑，因为他送了2箱黄金珠宝。神明救镇关是恩，可我们若每次只知索取不知回报，和神明公平交易，应当主动奉上钱财，而不是一味伸手。将军，我们回府一趟，去就回。这是我夫人压箱底的首饰，她若知道是供奉神明，定不会怪我。大启名画师林恩居士的猛虎图、梦蓝图，千金难求，家传古琴之一，价值万金。
将军，这些供奉神明，求神明再赐武器装备。15万人对55万人，没有防弹衣、铠甲、秦弩、陌刀，咱们赢不了。神明，三方大军压境，楚国20万，齐国15万，蛮族20万。若合兵攻镇关，镇关必危。印愿活下来，愿策反徐怀10万人马，并入战家军。然15万人对55万人，人无胜算。今奉上钱财宝物，恳请神明赐下更多武器装备。这么多，这画者值钱。这把琴恐怕比金银还贵。楚国、齐国、蛮族陈承谦在前线拼命保大齐，皇帝却想抢他的兵权，让他死在镇关。这种皇帝，大齐没灭国都是侥幸。15万人打55万人，还要策反徐怀10万兵。战成勋，我既然决定救你，就一定护到底。我会帮你踏遍华夏大地，没有领略江南水乡、塞外风雪、昆仑之巅，你不能死。我一定会活下去，一定会。将军，神明没答应吗？是不是咱们供奉太少？我回去再取。神明说他会支持我，我就知道神明不会放任咱们被三国围攻，他真是好神啊！将军，神庙已经建好了，马上要铸金身。师傅问神明如何开脸，要不将军向神明讨一张画像？画像？神明答应了！神明答应了！炸药、秦弩、陌刀、盔甲就是破三国联军的关键。15万人敌55万人，外人看来是死局，可对咱们来说是机会。若赢下这一战，大齐再无人敢小看战家军，更不只是守镇关，是打响统一华夏的第一战。先去新仓库，神明已有一批军需物资到达，必须安置妥当。比上次更重，威力恐怕更大。这批东西怎么安排？找可靠之人乔装成商队，带一部分物资出城，守住楚齐两国与蛮族会合的必经之路。若他们越界南下，便给他们一个教训。我将亲自去办，只用1/5，余下留守镇关，此无危险，让人万分小心。是。开饭了吗？开吧。徐怀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杀还是留？留。你挖走跟了他20年的兵，他会恨死你的。无所谓，本将军只要百姓活着，只要楚齐两国的梦碎掉。那我飞鸽传信给姑母，让他别和你作对。多谢小世子。别谢，我是怕你死了，小爷以后没好吃的。对了，让神明送几个醋曲来。最近花楼不开，没人陪小爷玩，太无聊了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着玩？打仗也得劳技结合。200万件不够，改300万。15万套。叶小姐，库存没了。那我换一家。仓库是还有一批，不过原本要发中东，价格高。同价，今晚装车。行，您先付定金，我马上安排。秦弩和箭雨能赶，盔甲得全村一起拼，陌刀生产线还得加。做出多少，每天发多少。没问题。木木，质量有问题，老板还在餐厅，我叫他过去。我还需要一批大龄军需。你还要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卖给海外朋友，赚点小钱。你哪来的海外朋友？网上认识的。叔，我不骗你，我真急用。1个星期内尽量调货，你先打定金。神明回信，防弹衣今晚装货，3日内送到。大批军需物资，7日内送。10万秦弩，300万支箭雨，7日内送到。陌刀15万，14日内送到。铠甲需要拼接，7日内有多少送多少。神明真的送了10万秦弩，300万箭雨，三国联军又如何？有这些装备，15万人真能挡55万人。这神明是真宠你啊！不是宠我，是他在护镇关。这次7个多亿，上次4个亿，卖古董的钱只剩1个亿了。养一座城，打一场国战，真烧钱。美，太美了！这酒壶和酒樽是一套的吧？是。品相完美，红宝石品质也高。叶小姐，你开价。穆老懂货，您开吧。合适我卖，不合适我先放。如何？
为了买你的东西，我棺材本都快掏空了。你若有大气普通瓷器，晚平盘。酒壶卖您，明早8点来仙园山庄交易。那家网红度假山庄是，多带点钱，6亿恐怕不够。明白，明早见。战成亭，我送你几套瓷器，你把百姓平常用的瓷碗、瓷盘、瓷瓶都换给我。又有新东西，好瓷啊！这比京城贡瓷还亮，这东西真是给咱们用的？神明送来瓷器，希望把百姓平常用的瓷碗、瓷盘、瓷瓶换给他。江源搬回府，数好多少件，从府里拿瓷碗、瓷盘来换。小狮子，你也太不要脸了！手慢无，把将军府瓷器都送来。我们也换，神明不会吃亏。这么多，就算普通也能卖点钱。5块一个，150万，值。30多套瓷器礼盒，明天送到仙园山庄。好的，叶小姐。战成银，你负责活下去，我负责给你续粮、续钱、续命。真是大齐国文物，保存的太完美了，跨越2000多年，竟还像刚从窑里烧出来一样。是了，这和那2个九尊是一套，能当镇馆之宝。穆老，您再看看这个。大齐国志，御赐武将军，这东西太重要了。您看着给价。2个亿，2亿3000万，3个亿，这是叶小姐留给我的，你们要不要脸？5个亿，我收了。6.5亿，谁都别抬了，再抬我就告你们恶意炒作。您觉得值，那我卖。这里的水能喝，如果花瓶能一直传，就不用天天抽水了。我试着传送溪水，你准备接水。好，神明，我已备好水井。成功了！冠一夜，战成涛那边的井应该能满。小姐，叶家人又来了，有人穿水电维修混进小区，想翻墙进别墅，被电网电下来。谁？他说是您三叔要赔偿。保安怎么放进去的？叶小姐，对不起，是我们失职，他穿维修服混进来，我马上处理，不收费。别再让他们靠近我的房子。明白。另外，您装电网得贴安全公告，我让人去办。麻烦经理，加快进程，别让叶家人再来骚扰我。再不行，我把债权半价卖给职业收账的。叶小姐放心，我会加快。酒壶和酒樽为一套，必须进馆。穆老，您开多少？我加2000万。早知道不带你来。镇馆之宝，我不能让。是啊，这。最终，张副馆长拿下金饼和酒壶，共12.5亿。叶小姐大气。大气瓷器首次面世，上拍卖会还能更高，可惜周期太长。我现在急用钱，能快就行。将军，有水，心里就踏实。宋铎传消息，他们已到边境，没骑马，脚程这么快。路上抓到几匹跑散的蛮族军马，那些马闻到水和粮，就跟着他们走了。让宋铎在楚齐边境埋伏，盯紧动向。蛮军主力在东方，马厩必有大量军马，想办法把马偷出来。我怎么没想到？晚上我带水和马料去，把马全勾回来。去议事厅部署。我买了30套古瓷礼盒，货到了。你让10位将军把府上的瓷器给我，我和他们换。这3盒我要给太后送礼。小狮子，你手是真快啊！行了，再拿就不够分了。这怎么看都是咱们赚了。每人3盒拿回府，把家中瓷器全部送来换给神明。这也太多了。灰扑扑瓷器换古瓷，他们觉得赚，我也赚麻了。
不能让镇官每晚吃饭。蛮军巡逻多了，先别硬冲，先埋伏，再点火引乱。弟媳，战将军又来了！是那个会炸山的神火！快开门！真让他成了！撤！这逃回来了，军战马自己跟回来了。喂，马亮，以后他们是战家军的吗？是。在蛮军那边，他们怕是连水都喝不上。来了镇官，就算来天堂了。将军，我们那边更顺利。装成巡逻蛮兵，先喂马水和料，再开马厩。那些马饿疯了，只跟着我们跑。蛮军追出来，被秦弩一压，立刻缩回去了。哇，好厉害！画像，他们真要给我建庙，不然你们建个菩萨庙。何谓菩萨？差点忘了，这个时代佛教还没传过去。我的意思是，随便建个真身即可。我一个大活人，无需我照片。拯救全城百姓，当之无愧。还请神明赐下画像，工匠已催，不能再拖。缓几天，我回去拿照片。好，神明别忘了。 4000匹马，马料不够了吧？是，晋本想和您提，明天安排，精料和粗料都得有。我战成义一生光明磊落，绝不会叛大旗。他死了，你怎么样了？战成义，快回话！ 我努力这么久，不该是这样的结果，我不认。宋将军，没人，军马、兵器、粮车全不见了。 娘的，咱们被耍了！那现在怎么办？马上飞鸽传书给大将军，楚国已动身赴镇关，全军戒备。咱们赶回去，但咱们也不能空手来一趟。帐篷收走，能用的全带走。还埋伏马？他们绕路攻城，回去也要有路。咱们堵不住他们来，就让他们回不去。何事？将军，神明连传数张纸条。 你怎么样了？我梦见你死亡了，快回复我，快回话！神明不会无缘无故示警。将军，难道楚齐？宋舵那边可有消息？没有。马上叫醒所有将军，议事厅布置。是。大半夜的还拖马，未必走旧路。啊！ 将军怀疑他们绕行，他们不必与蛮族会合。楚齐两国35万人，凭自己也想吞下镇关。若他们改道，说明城内有细作，而且知道宋说出城路线的人，官职不低。我不愿疑你们，但军中确实有人向外送信。真的，神明示警，不能拖。属下马上去办。就这么简单？
骑马出去晃一圈。对。那我要漂亮的大马。可以。连夜收拾空师房屋，城外来头军的楚中也有2000，安排他们进城。将军，他们是楚国人，若混了细作，不如让他们驻城外，军来犯也算第一道屏障。既然投靠镇关，签了文书，就是镇关4民。把他们与原镇关百姓隔开，划出一片区域安置，不能随意走动。妇人集合起来领布料做衣服，每月4斤大米2斤面；男人修房、挖水池、修路，每月5斤大米2斤面。水、米粥、夜灯、风扇照常发。新兵便入吴三郎麾下，每日操练磨刀。属下也有磨刀队了。有，但你得看住他们，也要教会他们。投了镇关就不能3心2意。是。将军，送多急信。楚军已空营，绕道直奔镇关。挠战鼓，全军戒备。楚齐两国即将来犯，全军戒备。这不是蛮族，这是训练有素的汉兵。秦弩和箭还剩多少？秦弩5000多，箭10几万支。将军，城外无力，已埋了1圈俘虏，1000人出动，全部埋完。我抓到几个尾随传信的小兵，全招了。蛮族、楚国、齐国，甚至燕国、虞国的细作都有。咱们战家军竟被深深给筛子了。本世子这才知道，你把我当靶子使了。抓到多少？17个。我饿了，不给睡就算了，还不给吃。去伙房，想吃什么点什么。不行，我要神明送的。抱歉，神明，是印的过错。昨夜抓出20几个细作，楚国、齐国已在20-30里外停顿，随时会攻城。果然和我梦见的一样，他们行动了，你有把握吗？秦弩5000多，箭10几万支，敌军35万人，但范围有限，恐怕远远不够。我怎么帮你？神明，印答应过你会活下去。你宁折不弯，真破城了，怎么可能活？不行，我花了10几亿救了这么多人，不能一招全毁。茶叶蛋全要，小笼包全要，豆浆全要。复合弓有多少？您要什么型号？射程远，能猎野猪的。店里100多，仓库100多箱，总共1500架，每架配50支箭。多少钱？145万。急用。原本说3车，菜商又凑了2车，全要。黄师傅，哪里能弄到煤？还有能点燃的油、酒精、柴油一类，越多越好。油不好弄，但郊区有个劣质假酒厂，酒能点着，味儿冲，喝死过人。10几万斤堆了好多年没人要，全要，1块钱1斤能拉来。对，那我去拉酒，剩下4辆车去拉煤。菜，这么多菜！我们一路吃草根树皮，死了1半人，镇关就有这么多吃的。拿着，以后顿顿能吃饱，把孩子养大，就是对将军最好的报答。大齐的将士们35万大军已在2-3时开外驻扎，这一战若输，我们战死，镇关百姓无水无粮，大齐3000万子民也将被拖入死局。我们守的不是一座城，是粮食，是水，是百姓活下去的希望。本将军希望所有大齐男儿死守镇关，死守镇关，血战到底，我等与镇关共存亡。敌人不退，我等视死如归。叶小姐，不过您只买防弹衣，没买配套头盔。数量对，我马上结尾款。嘿嘿，我这头盔原本配中东单，结果那边不要了。您若全要，我给您便宜。对，两军对得，没头盔怎么行？全要。防弹衣加头盔，一整套600，15万套，9000万。能救命，值。厂里还有更好的全身防护装备，不过还没量产。能量产后，我先订5万套。成交。15万套防弹衣、防弹头盔，10分钟后接收。
清空场地，接收神明防护装备。这东西护头，试试。来，拿剑砍我！比龟甲还硬，有这东西，陌刀队冲阵就不怕了。所有将士，每人一套，半个时辰内全部换上。是。35万，树木全是赤黄和黑色，像天地都被他们吞了。小爷只是以防万一。父亲亲射，他必死。这是什么甲？战成阴，你到底从哪里弄来的这些神兵鬼甲？程武，秦弩队待命，复合弓准备好。是，将军。贤侄，开城门投降吧！你5万兵马挡不住35万大军，交出城中凉水，本将军保你不死。不如楚军归降我大齐，本将军保证每个士兵都能喝到水，每日都有饭吃。林将军，意下如何？你区区5万人，一半还是新兵，也敢让我大楚归降？今日破城，我必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攻城！放箭！敌军太密了，稳住，进了再射。他们射不穿，神明护甲真的能挡命？倒霉球！长剑、短剑、神甲、火炭，战成征，你手段倒不少。朕官已是囊中之物，战成言不过困兽。护驾！快护驾！为什么会这样？战成轩怎会有如此厉害的武器？等他们到墙下，再开复合弓。他们装备比楚军还差，给我压住！炸药挂秦弩，点火！战成业，不要你死！点炸药！若是蛮族撤退了，可他们还在冲。接住啊！将军，煤炭烧完了。陌刀队准备。守住城墙，一步不退，一步不退。